Solana ETF 要通过了吗？为什么说 ETF 通过后 Solana 可以轻松上涨10倍？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 21 Shares 已经把 Solana ETF 的申请已经提交出去了。其实 ETF 它都是要经历过一定的流程的，我们可以参考过去比特币就已经走完了整段流程，那么以太坊呢，目前也走到了整段流程的末期。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向 CBOE 提交申请呢，其实也是过去比特币还有以太坊都经历过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已经有2家比特币 ETF 的发行商呢，已经申请了 Solana 的 ETF， 这绝对是非常重磅的消息。当然了，这个我们在之前就有提到过，不过我们最近呢又有更多更深入的东西可以来说了，有包括21 Shares 还有 VanEck 这2家都已经提交申请了。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最重磅就是很有可能呢会在我们7月，也就是在最近的1-2个礼拜呢，贝莱德他就会正式将 Solana ETF 的申请正式给提交出去。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过往呢，比特币现货 ETF 有非常多机构都提出了，最早在2015年、17年、20年、21年，其实都有人提出，不过后来都被否决了。是直到我们最近2023、2024的时候，就有贝莱德要提交 ETF 的传言呢甚嚣尘上。那后来我们也顺利在2024年就真正通过了比特币的现货 ETF。所以贝莱德的申请呢，他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一定的信心，他是不会去提交申请的。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了9兆美金的机构呢，他绝对不会乱开玩笑。其实我们可以从过去贝莱德申请 ETF 的历史来看，他过去呢申请了好几百档的 ETF， 只有1档没有通过，所以基本上他没有99以上的信心，他是不会随便乱申请的。所以如果说贝莱德他真的申请了 Solana 的 ETF， 那么各位就要知道，基本上他就一定会通过。那如果说 Solana 的 ETF 可以通过的话，那它就是继比特币、以太坊之后第3个加密货币通过的，这绝对会是非常重磅的利多。以后的加密货币呢，只会被分成2类，一类就是通过 ETF 的，一类就是没有通过 ETF 的。好，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 USDT 的仓位，你可以拿去开仓，开你喜欢的币种。如果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如果这个仓位亏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那么你只要点击链接呢，你就可以参加。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美国的总统选举是对于 Solana ETF 以及未来整体加密货币友好还是不友好，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 Eric 他的言论呢是比较温和一点啊，像当然了，前面这种言论就是很激进啊，确实。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温和的 Eric， 其实 Eric 他在 ETF 方面的一些预测判断呢，我们都引用过非常非常多次。那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验证的都是非常准确的，就包括之前比特币啦、以太坊啦等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对 Solana ETF 他是怎么说的。你看啊，其实连这种这么温和的，然后之前做过这么多次判断的人，他也都在认真的看待 Solana ETF 这件事情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认为呢，如果说我们申请提交了，那么我们最终的期限呢会落在2025年明年的3月中左右也就是到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决定是否有 Solana 的 ETF 了。那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呢，就是在我们今年年底11月左右的总统选举，美国的总统选举，如果说拜登赢的话，那么很有可能 Solana ETF 就会凉掉，它很有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没有下文了。但如果说川普赢的话，那么我们很有可能真的会很快的通过 Solana 的 ETF， 而且美国政府的态度对于加密货币就会整体转向很友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目前拜登跟川普他们的支持率啊、胜率等等的。当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川普目前绝对是领先的一方，绝对是大家比较看好的一方。但是有多少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毕竟没有量化的，我们就很难去做判断。这个网页呢，当然了，它是截取自Cointelegraph 的一则报道当中，因为毕竟这个网站呢，它是投注的网站，它
被台湾的警政署封杀了，所以我用一般的这种方式是看不到的，除非我用其他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要问一个人，或者说问一群人呢，他有多相信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敢赌多少？你敢赌多少？如果我们去上这种博弈的网站，我们去看一下下注两方候选人的这个比例赔率有多少的话，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川普呢，以大家下注的这个情况啊，赔率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有52%的胜选的几率，那么拜登呢只剩下37%。你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已经被很明显的拉开了。那当然了，川普其实跟拜登在辩论会之前，拜登他只是微幅的落后啊，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但现在川普呢，已经完全把差距给拉开了，甚至拜登他都有很多被劝退的这种新闻出来，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看到。所以其实现在川普在年底的选举呢，的有优势的这种表现，其实对于加密货币绝对是利好的。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 Solana 它是一个非常多人在使用的链，它上面的很多应用呢都很活跃。那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量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呢 ，Solana 它在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连续4天超过了以太坊。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概念吗？以太坊它可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来仅次于比特币的老二啊，稳稳的老二啊，公链之王以太坊，它居然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的交易量呢是不如 Solana 的。那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那再往下当然就是BNB 嘛，对不对？BNB Smart Chain BSC，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Solana 它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它绝对是有相当的支持者，有一定的活跃程度的。其实相比于所谓的基本面，我更愿意去看重一个链上面它的一些应用有多少，吸引了多少人，活不活跃，那跟其他人的比较如何比如说 NFT 啦，或者说一些迷因币啦，或者说基于上面的一些开发啦等等的，有多少活跃，有没有交易量啊，有没有讨论度，这个才是我个人在挑选的时候我会比较注重的。那我相信 Solana 它其实我们纵观各个层面，我认为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相信大家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在找表现不错的山寨币，不过呢，如果是单纯依靠这种所谓的基本面，为什么说所谓的基本面？我认为它的参考价值是比较低的因为基本面这种东西，或者说它本身的一些白皮书上面的东西等等的，你可以去看巴菲特他说什么？他说他本身是做价值投资的嘛，他是全世界做价值投资最有名的人，他就说了，加密货币他是不碰的，因为加密货币它本身不产生价值，他所谓的这个价值呢，是他投资的公司，这个公司会产生利润，会有分润等等的，所以他认为这只股票是值得的。那他既然都这么说了对吧？而且其实我相信他如果一个好的币种呢它的基本面好，其实它也只不过是为了去吸引更多用户来，然后去吸引更多活跃度。那我们为何不直接找它本身有很多活跃度的这些项目的这些币种？我相信它会更直接。就有点像我们在看比特币的时候，它需不需要去看基本面？我认为看盘面会更直接，因为消息面真的太多了消息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今天出一个消息、2个消息、3个消息、5个消息，大大小小的消息，哪些消息重要，哪些消息不重要，哪些消息影响盘面，哪些消息不影响盘面，我们很难分辨。那我们为何不直接看盘面呢？那如果说会影响盘面的消息面才值得注意，那我们应该直接看盘面呢？那如果说不影响消息面的这些，不影响盘面的消息面，那我们其实看盘面，我们就可以去忽略了。那我们为何不当初就直接看盘面？会来得更直接一点，而且很多时候呢，其实当消息面出来的时候，其实盘面都已经反应完了，或者说至少反映了一半以上了。所以我认为看盘面呢，绝对会是更直观的一种选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Solana， 它其实在迷因币的表现其实也非常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对比的可不是跟其他一般的这种链去对比它对比的呢就是以太坊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话，表现不错的，比如说有 PayPay 啦，然后 Shiba 啦，当然这个Floki 这个我也是有听过了，不过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有名。比如说 PayPay Shiba 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那 Solana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 Bonk，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肯定有耳闻嘛，对不对？然后这个 WIF 这也是最近非常红的，然后还有 Boom， 所以其实
Solana 的迷因币其实表现也是很不差的，包括讨论度啊等等的。当然了，它在这里它用涨幅，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极端的，因为涨幅的话，它还牵涉到它本身的市值嘛，对不对？你总不能把这个市值100万美金呢，跟这个市值1亿美金呢去相提并论。所以我认为它的这段言论还是比较极端。但是 Solana 的在迷因币的表现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讨论度，有很大的热度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